1985年，南河镇南桥手挽头发，围腰一绑，利落地提起案板上的杀猪刀，熟练地从吊着一块块猪肉上拿下一小条猪肉。南桥将切好的猪肉扔上杆秤，刻度精准，停在半斤位置。大娘，半斤正好啊。你这手我放心，从来没称错过一厘。那是，您下次要再来，我给您多称点。听说你在帮陈家养猪场争取天鹅大酒店的猪肉订单哟，你可真能干。听说陈家那小子现在在城里可有出息了，南桥这几年给陈家上上下下打点的妥妥当当，等南桥一过门，肯定就要去城里过好日子了。南桥，你也得提防点，小心陈家那小子飞黄腾达后有二心。不会的，陈飞不是那样的人。此时，一个村民匆匆跑到南桥的摊位前。南桥，陈飞从城里回来了。真的？骗你干嘛？肯定是回来娶你啦，快回去看看。南桥迫不及待地推着小板车往陈家飞奔。陈飞家门前鞭炮齐鸣，热闹非凡。陈飞和陈母站在门口喜气洋洋。此时，南桥推着板车高高兴兴闯进人群。陈飞哥，陈飞身穿西装，看向南桥，面带微笑向南桥走来。南桥身上的围腰还没摘，板车停在他面前，看着陈飞紧张又期待地整理着装。就在陈飞即将走来的时刻，一辆黑色轿车唰一下停在南桥身边，车门打开，赵佳佳妆容精致靓丽，穿着一袭红衣高跟鞋，站定在车前。陈飞直接穿过南桥，走到赵佳佳面前，牵起了赵佳佳的手。老婆。南桥的表情僵硬在脸上，看着陈飞和赵佳佳手牵手走到陈母跟前。陈母喜气洋洋牵住了赵佳佳的手。好儿媳。陈飞。众人视线唰一下集中在南桥身上。南桥，老公，他是谁啊？这是你从城里找的姘头。南桥，不要胡说。你们怎么这样？南桥还在辛辛苦苦帮你们拿天鹅酒店的订单，你们倒好，直接就过河拆桥了。谁稀罕他帮忙啊？我们佳佳可是天鹅酒店创始人顾燕青的亲表妹，这订单以后就是咱自家的，还需要他南桥帮忙？呸！陈飞，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就是那个赖在陈飞家的孤儿，在陈飞家蹭吃蹭喝也就算了，整天跟猪打交道的乡下女人也想嫁给陈飞，身上一股猪腥味，臭死了！我劝你识趣一点，赶紧滚出陈家。滚出陈家？陈飞，你也这么想吗？陈飞低下头，不敢对上南桥的眼神。南桥一脸失望。好，要我滚可以。对面三人看着南桥，正欲得意，南桥直接抽出杀猪刀横在三人面前，三人惊吓后退。南桥直接上手一把拎住陈飞的后脖领，把人压在了院子里的桌子上。南桥，你想干什么？陈飞，你那个姘头不知道，你是了解我的，我不只跟猪打交道，还能把猪大卸8块。这3年我为你们陈家掏心掏肺，当年你们养猪场差点破产，是我把我的猪场和你们合并，才继续经营下去。你一个吃软饭的，居然还想分文不出，赶走你的衣食父母。南桥，有话好好说，你想要多少钱，我赔你。我为你陈家兢兢业业当了3年老妈子，还有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买的，连本带利6000块钱，少1分都不行。6000，你抢劫啊？怎么，你想来还钱？杀猪刀咣一声砍在桌子上，陈飞瘫软在地上，南桥一手拿杀猪刀，一手拿借据。白纸黑字6000块钱，要是1周之内还不出来，你就等着你家被我拆了吧。还有，以后我南桥的猪场和你们陈家没有半毛钱关系。南桥高调推着板车离开，车上大包小包绑着家具，陈家3人战战兢兢瘫在地上，身后房内空空荡荡，只有门在风中晃荡。一辆车行驶在夜间的村路上。顾总，天鹅酒店还有1个月才开业，您怎么提前到了？这是在南城建的第1家酒店，无论是员工还是供货环节，我都要保证万无一失。像您这样成功的企业家，还能惦记这些小地方的发展，真是不容易。南城百姓肯定都会感激您。建设祖国，人人有责。这附近路况复杂，注意安全。哎，明白。就在这时，远处突然冲来一辆车，司机紧急避险，轰的一声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可恶，他家门也是我修的，忘了拆。还好猪场的合格证书在我这，日后我想拿到天鹅酒店的订单，还得靠他。南桥走过路拐角，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从路边树林爬了出来。南桥吓一跳，手本能地摸到杀猪刀，准备自我防卫。救命！是人。南桥家虽然简陋，但布置得井井有条。南桥艰难地把昏迷的顾燕青放到床上。怎么伤得这么重，这么多血，得脱了衣服，把伤口处理了才行。南桥慢慢解开顾燕青的衬衫纽扣，露出男人结实的胸膛。南桥面红，视线转到一边，不敢乱看，手腕突然被顾燕青扣住。你干什么？我可不是耍流氓，你受了伤，我要给你处理伤口，先松手。南桥挣开顾燕青的手，给顾燕青擦身子。顾燕青看着南桥，南桥面露担忧，动作轻柔的在清理自己的伤口。顾燕青再次昏死过去。算你走运，伤成这样还能正好撞上人美心善的我。穿得这么正式，看着像是城里人，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出现在这呢？
陈飞家，陈飞和陈飞妈看着空荡荡的屋子，面面相觑。这个杀千刀的南桥，我们家的东西都被他搜刮走了，连床都被他劈成2半，我们还怎么睡觉？妈，没事儿。佳佳说过2天找他哥顾燕青打点好了，我们就是天鹅酒店的供货商了。到时候我就带你去城里住。幸亏我儿子有出息，娶了佳佳这么个好媳妇。那南桥就算把所有东西都劈坏了又怎么样？只要合格证还在。坏了，合格证！陈飞妈着急忙慌的去拆劈成2半柜子翻找。妈，你找什么呢？南桥那疯女人把猪场的合格证带走了，没了这个，天鹅酒店的订货单就黄了。什么？我去拿回来。南桥家卧室，顾燕青半梦半醒的躺在床上。顾燕青被吵醒，昏昏沉沉坐起身来，迷茫打量周围，一眼看到墙壁上投射的黑影。黑影是一个纤瘦的身影，举着屠刀，哐当哐当乱砍，伴随着鲜血飞溅。顾燕青起身朝生源院子走去，只见南桥正暴力的剁猪肉，身上半身都是血。听到脚步声，南桥转过脸来，和顾燕青探究的视线对上。醒了？你是谁？这里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叫南桥，这是我家。你在路边受了伤，我把你捡回来的。你捡我回来的？那我又是谁？你是谁？你自己不知道？你问我？等等，你不会是失忆了吧？顾燕青摁住剧痛的脑袋，脑海里闪过很多零碎的画面。顾燕青坐车上，顾燕青出现在酒店，顾燕青坐在办公室内。我什么都记不清了。南桥愕然。就在这时，院外的门被拍响，传来陈飞的声音：“南桥，开门。”南桥闻声皱眉：“他来干什么？”南桥，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听我解释，今天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开门，让我进去说。南桥不想搭理陈飞。谁呀？大半夜不睡觉，叫魂呢？南桥，你也不想邻居们看咱笑话吧？南桥烦不胜烦，把刀往砧板上一剁，把门打开。南桥，你终于肯见我了。你大半夜敲门有病啊？南桥，你听我解释，我跟赵佳佳那都是逢场作戏，他说了只要跟他结婚，他就能帮我引荐他表哥顾燕青。你不是想去把我们猪场的猪供货到天鹅酒店吗？有了赵佳佳这条线，就不用你那么辛苦跑来跑去了。说来说去，我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你喝多了吧，陈飞？你自己想吃软饭，当小白脸跟我有什么关系？黑漆漆的角落里，顾燕青听到顾燕青3个字，皱眉。顾燕青，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南桥，赵佳佳马上就要回城里了，到时候你跟她一个在城里，一个在这儿见不着面，你就好好在这儿当我老婆，我养你。不要脸的东西，滚回去做你的春秋大梦，我有手有脚，要你养。陈飞被打懵，看向南桥。我知道你在气头上，这巴掌我可以不和你计较，只要你把合格证还我，我还是能娶你。原来你半夜来找我发疯，就是为了那张合格证，你想得美。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我放开。南桥，这镇上谁不知道你和我的关系？除了我，没有男人会要你。给我合格证，我可以不计前嫌娶你。就在这时，顾燕青的声音响起：“放开他！”你是谁？陈飞还揪着南桥不放，顾燕青2指精准利落在陈飞手腕上的穴道一掐，陈飞痛得惊叫一声，松开南桥，继而手被顾燕青扣住，而后一个过肩摔，陈飞砰一声倒地。南桥，这男人是谁？为什么半夜会在你屋里？你不是说除了你没男人要我吗？他就是我男人。顾燕青一愣，争冲且迷茫地看着南桥缠着自己的手。我是你男人？南桥，你这个荡妇，居然早就背着我找了个男人，还藏在家里。陈飞爬起，恶狠狠地要冲到南桥跟前去。顾燕青高大的身子一挡，气势十足的眼神盯住陈飞。陈飞一惊，不敢造次的后退一步。南桥见状，讽刺一笑：“怎么着？你陈飞能有姘头，我就不能找个男人结婚？再说，你瞧瞧人家这身板，这气质，再瞧瞧你那怂样，长眼睛的都知道该怎么选吧？”你不用自欺欺人，这人一看就是空有一身蛮力的粗人，而我可是天鹅酒店创始人顾燕青的小舅子，我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到时候就你们这样的，给我提鞋都不配。你闭嘴吧，合格证我是不可能给你的，你赶紧给我滚！南桥暴力的把陈飞朝外推，而后轰然关门。南桥看着紧闭的门，神色有些怅然。我也真是瞎了眼，居然为了这种男人掏心掏肺了3年，大半夜让你看笑话了。顾燕青扶着脑袋，摇摇欲坠。你怎么样？是不是很晕？先坐下，我给你倒点水去。麻烦老婆了。南桥听到这称呼，惊得差点摔倒。你叫我什么？你刚不是说我是你男人吗？那我叫你老婆应该也没错。不是，我还未婚呢，我刚那是……我们还没来得及领证，是吗？不是。还是你现在觉得我失忆了，所以不想和我领证了？也不是。那就是你还愿意和我领证了？算了，他现在这副样子，我说也白说。时间不早了，你赶紧睡去吧。顾家内布置豪华复古。哥，燕青的助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那燕青呢？有没有燕青的下落？还没消息。顾府担心的瘫坐在沙发上。新的天鹅酒店马上要开业了，多少是等着他做主。他要是出事，这该怎么办啊？临近酒店开业，他人却不见了，还真是帮我大忙了。你也别太着急，虽然燕青现在不在，但这不是还有我吗？我一定办好这家天鹅酒店。
只有你怎么能撑得起天鹅酒店那么大的生意？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燕青。燕青，你最好永远别回来。陈飞、赵佳佳、陈飞妈3个人围坐一张桌上。这臭丫头为了不让我们给天鹅酒店供货，居然把咱合格证给带走了。眼见着这酒店就要开业，本来约了今天去酒店和他们谈这事。算了，我们这不还有佳佳吗？一个合格证，佳佳肯定能搞定。佳佳是吧？这些事我不能乱来，我哥会亲自把关。也是，这么大一个酒店，顾先生肯定亲力亲为。那你什么时候能把你哥引荐给我们？你急什么？你当我哥是什么大闲人？你想见就见的啊！等酒店开业后，你自然就能见到了。难不成没他，你就不跟我结婚了？当然不是，我知道咱哥肯定忙得很，是我太心急了。你吃菜。如果他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顾燕青的表妹，不过是个酒店保安的女儿，会不会就要和我离婚？早上，南桥的院子，南桥侧躺，从床上醒来，眼前迷蒙间看到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单膝跪在他眼前晃荡。这种身材果然只有梦里才能有啊！这春梦做得值，要是能摸摸就更好了。顾燕青正在叠被子的手一顿，看向南桥。摸什么？南桥一愣，双眼放大，猛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清清楚楚地看到面前赤裸上身、身材优秀的顾燕青。摸我？不是。哦。南桥转移视线，看到顾燕青身旁叠的整整齐齐的被子和床铺。这是你叠的？你这都跟豆腐块一样了。你以前不会是当过兵吧？应该不是，没有枪检。我猜测这可能是酒店的整理标准。酒店？难道他以前在酒店打过工？南桥冲顾燕青一笑，大手一挥，转眼间床上的被子也落进了顾燕青的怀里。那你把这床也叠一下吧，交给你了。说完，南桥直接下床往外走。顾燕青看看南桥一边走一边扎头发的背影，又看了看手里团成团的被子，轻轻叹了口气。南桥翻箱倒柜，顾燕青从里屋走出来，只看到南桥努力的样子。你在做什么？南桥终于从箱底掏出崭新的洗漱用具，转身递给顾燕青。喏，你用这个洗漱。顾燕青点头接过毛巾牙刷，正要走的时候被南桥拉住。他转头，南桥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塞进顾燕青手里。先穿这个，往后我再带你买新的。女装？咋？我这儿可没有男人的衣服。没事儿，老婆，那我去了。我说了，我不是你老婆，你别乱叫。好的，老婆。你算了，你去洗漱吧。顾燕青点头离开，南桥看着被自己翻得一团糟的柜子，直接把东西团吧塞进柜子并合上，转头看到他换下的衣服扔在了一边。南桥一眼看到他衣服上绣了一只天鹅，下面是一个顾字。顾天鹅，那以后就叫他顾大鹅了。集市上小摊叫卖，人来人往。明明我和顾总就是在这附近出了车祸，他怎么就不见了呢？南桥在对着账本对账，顾燕青在一旁边。昨天里脊肉33斤，五花肉45斤，我一共进账。里脊36块3，五花肉40块5，一共是70块8毛。南桥回头看到顾燕青，好像听到顾总的声音。助理朝顾燕青的方向看过去，一个行人过来，瞬间挡住了助理。助理在看去时，顾燕青埋头坐着在看账本，穿着紫的衬衫。肯定是我眼花了，顾总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卖猪肉？助理离开，跟低头的顾燕青的擦肩而过。你刚说什么？南桥不小心碰到放在桌边的杀猪刀，杀猪刀落下，差点砸到南桥的脚。小心！燕青扯过南桥，两人对视。南桥不好意思地从顾燕青怀里挣出，顾燕青捡起地上的刀，把刀放到安全的地方。里脊肉零售价1块1，五花肉9毛钱，算下来你的毛利润分别是36块3和40块5，但猪肉的成本价一共有62块4，你只能净赚14块1。你怎么这么清楚猪肉的售价，还算得这么清楚？不知道，虽然没有记忆，但我好像对商品售价很清楚。还有你这账本，这里应该是25，不是23。南桥怀疑拿着算盘一算，果真得出25。哇，顾大鹅，你可以啊，人肉算盘啊。这时李婶拎着菜篮子来找南桥。南桥，给我称2斤猪里脊。李婶，你们家今天有什么大好事啊？我家姑娘马上高考了，我得给她吃点好的补补。是吗？那得多送你半斤，以后姑娘出息了有我一份啊。必须的。顾燕青看着南桥意气风发的样子，被深深吸引。你长得瘦瘦小小的，怎么会想着做屠户这种力气活？不会觉得很辛苦吗？我父母没得早，收养我的那户人家就是杀猪户，我寄人篱下嘛，总要学点技能，让自己好过些。顾燕青看到南桥的表情，有些心疼。你这是什么表情？可别同情我，我没觉得苦。要是当年没学杀猪，我现在还不知道要靠什么生活呢。就在这时，陈飞妈和赵佳佳走到南桥的摊位前。哟，南桥，你这么一个没人要的破鞋，居然还有脸在街上摆摊？哟，南桥，你这么一个没人要的破鞋，居然还有脸在街上摆摊？陈丽萍，你是不是昨天睡觉没有被子盖，把脑子冻坏了？你跟你儿子干的那些烂事儿，今天就忘了，还敢来找我的茬？你牙尖嘴利的东西，怪不得你爹妈早死，我看就是你克死的。你那破猪场的猪肉都卖不出去，只能在这儿摆摊。南桥，你被飞哥抛弃，立马就找了这么个人跟你当杀猪佬，这穿的什么呀？笑死人了！咱们陈飞不要他了，他不就只能随便大街上捡个男人呗？你们两个不要欺人太甚。陈丽萍，
明明是你们家对不起南桥在先，现在还来找事儿，损的可都是你以后孙子的阴德。就是，这陈家人真过分。陈飞妈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红，一把拍到李婶的手。你再骂一句试试，别忘了你们的猪肉可都是我家猪场帮你们卖的，我要不收，看你们怎么办。我女儿往后读书可都指着卖猪的钱呢。你不是喜欢帮腔吗？那你指着南桥这小可爱帮你卖呗。咻的一下，一把杀猪刀擦着陈飞妈和赵佳佳的脸从中间飞出去，落在两人身后的墙面，两人吓呆在原地，众人皆惊，看向南桥。呀，不好意思，手滑了。南桥，你故意的。你们要再放屁，我手里地刀会滑到哪可就不一定了。两人立马闭嘴。婶子，你要信我，往后就把猪送到我的猪场卖，我一定给你卖掉。李婶担心正要说话，被陈飞妈打断。就你一个杀猪佬，能上哪儿去卖猪？就靠你现在摆摊。天鹅酒店，你说什么？我说天鹅酒店的供货名额我一定能拿下，咱们走着瞧。顾燕青听到天鹅酒店的名字一愣，感觉脑袋猛然一痛。为什么我会觉得天鹅酒店的名字很熟悉？南桥带着顾燕青来到一家服装店前。这是？当然是给你买衣服啊，还真能一直让你穿我的衣服啊。南桥已经拿了2件外套，走到顾燕青面前比这看。喏，穿上试试。顾燕青接过衣服，去里面试衣服。就在此时，助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问服务员：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人谁呀？长得倒是挺好看的。是我老板，很重要的大人物。没见过。这位姑娘，请问你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啊？助理拿的是顾燕青的照片，南桥朝照片看去，脸色微变。在南桥几乎要看到时，突然一个人进来了。杨助理，那边有人说见过顾总。杨助理一听，拿着照片转身就走了。南桥什么都没看到。顾总，我好了。顾燕青换好衣服出来，南桥眼前一亮，不由失神。难道是以前看陈飞那种垃圾看久了，现在看谁都觉得特好看？这么一穿，别说是酒店服务生，就说是酒店老总，也有人信吧？怎么样？南桥上前，直接上手整理顾燕青的衣领，解开了第一颗扣子，帮顾燕青整理衣领。两人距离极近，顾燕青只要低头，满眼都是南桥认真的神色，心跳加速。哎，好看多了。大鹅，你以前是不是被你们老板要求扣扣子，永远要扣上最后一颗啊？明明这样更好看。两人结了账，开开心心出去。这个人跟刚才照片上的人好像哦。顾燕青拎着大包小包向外走去。此时南桥看到旁边店铺橱窗里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南桥拿下来，眼神羡慕的打量。顾燕青走到他旁边，喜欢。南桥点了点头，却忽然转头拿着裙子往顾燕青身上比。别说，顾大鹅你细皮嫩肉的穿上，说不定还挺好看的。顾燕青一愣，随即无奈一笑，正要说话，南桥已经把裙子放回了橱窗，转身往前走。你不是喜欢吗？为什么不买？我一个杀猪的，容易弄脏那么漂亮的裙子。走吧，回家。两人离开商店，顾燕青最后看了一眼橱窗里的裙子。陈飞妈怨念地提着扫水桶从猪圈出来，赵佳佳不着痕迹地扇了扇鼻子。南桥这黑心烂肺的小贱人，那群人还真信了他往他家送猪，养那么多猪卖不出去，吃死他得了。他把规模弄这么大，肯定是想去拿天鹅酒店供货单。他想得美，佳佳，顾总不是你表哥吗？你肯定有法子让他没办法和天鹅酒店合作啊？对啊，佳佳，你可是天鹅酒店的表小姐。放心吧，我爸就一个天鹅酒店的保安，只能再想想办法了。天鹅酒店，南桥走进天鹅酒店。哇，真不愧是天鹅酒店，就是气派啊！为什么我会有种熟悉的感觉？此时，南桥看到了大堂旁边墙上挂着的顾燕青站在酒店前和身后酒店的合照。这应该就是天鹅酒店的老板顾燕青。哎，大鹅，你别说，这人好像还跟你挺像的。顾燕青上前查看，眼前忽然闪过回忆。顾燕青西装革履站在酒店前，眼前相机按下快门，闪光灯闪在眼前。顾燕青捂着头，皱眉愣在原地。南桥见状，扶着顾燕青。大鹅，你怎么了？头疼还是想起什么了？没有，有些记忆，但是很模糊。要不你在这儿休息，采购部我自己去吧。不，我陪你一起进去。什么？顾总出车祸后失踪了？是啊，顾老先生为了找顾总都连夜赶到南城来了。依我看，谁能找到顾总，这辈子就前程似锦了。但我们都没见过顾总，怎么找？杨助理给了一张顾总的照片过来。采购部长接过照片，仔细瞧着。上面是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侧面照片。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南桥和顾燕青站在门口。请问这是采购部长的办公室吗？我叫南桥，我们是来竞标猪肉供货的。这是我们猪场的资料。两人看到顾燕青的脸，都惊愕不已。顾总，你认错人了，我叫顾大鹅，是南桥的老公。南桥一惊，有些诧异地看着顾燕青。夫妻店信任度更高。也是，还是你想的透彻。原来就是一个开猪场的，看着倒是人模人样，和照片上的顾总还挺像，还以为是他呢。
张部长接过资料，随手翻了2页，直接随手将资料甩在桌面。咱们天鹅酒店可是南城最大的酒店，你们这种小作坊哪有资格给我们供肉？南桥从旁边的袋子里拿出一块肘子，啪一声，豪爽地砸在部长跟前的桌上。你干什么？部长，我们家的猪是南河镇特有的猪种，高山猪，绝对和别家的猪不一样。每个来递资料的都这么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呢？简单，部长，品质好不好，只有试了才知道。只要给我一口锅，我就证明给您看。南桥围裙一系，袖子一撸，抬手将切好的猪肉下锅翻炒装盘。顾燕青在旁边一脸欣赏。张部长和后厨厨师坐在桌前，此时一盘炒猪肉被南桥放在餐桌正中央，顿时飘香四溢，众人传虫大动，纷纷品尝猪肉。我们家的猪肉油香肉厚，什么配料都不放，也可以做到香气扑鼻。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我可以给你们留个供货名额，到时候实地考察一下你们猪场，合格的话就可以签单。不可以。众人转头，赵佳佳和陈飞大摇大摆进来。又是你们？张部长，南桥这女人牙尖嘴利，您可别被她唬住了。你们又是谁？陈飞把资料递过去。张部长，我们家的猪可比南桥家的猪优秀多了。但我们都一致觉得南桥家的猪是优质品种，你们还能比它更好？当然了，这女人就是个山野村妇，一点见识都没有，连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楚。到时候要是出了问题，这不是给您找麻烦吗？陈飞，你脸皮真比你们家的猪皮还厚。你别忘了，你们家猪场到现在还没黄，都是我南桥帮你们经营的。那怎么了？我说错了吗？你有本事现在就告诉大伙，天鹅酒店1个月需要供货多少？南桥哑火。怎么，你知道？当然，2000斤。张部长，这可是我们实地考察过的，还好佳佳对酒店熟悉。南桥，你这种没文化的村妇，还妄想和陈飞哥这种大学生比脑子，不自量力。不愧是大学生，果然有见识。张部长，如果你真的听了他的话，那天鹅酒店必定会亏损严重。你胡说，这可是我找人一桌一桌统计的量，不可能有错的。是啊，这个差不多就是1天的量，你不要为了拿订单诋毁同行啊。这个的量只是周末1天的量，周1到周4的量一定比这要少很多。如果按这个量进货，新鲜猪肉从周1到周4都会有3倍的剩余，也就是每天在猪肉食材上净亏损1500块，1个月就是24000块，1年288000块，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张部长，你赔得起吗？采购部长惊慌地拿报表仔细看，真是这样？你们这不是害我吗？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大学生吗？怎么连周末都没考虑进去？看来你们还是有这个实力的，我会上报给顾总，优先考虑你们。太好了，大鹅，你也太厉害了。顾燕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看着平平无奇，怎么这么厉害？老式年代感的汽车里，顾父和杨助理在一起。还没有燕青的消息吗？顾总出事的那整个村镇，即使我都找遍了，有说见过顾总的，结果我一问还是说不出所以然来。有人见过，说明他肯定就在那附近。通知那一边的村长、镇长，一定要找到燕青。是。车子停下，杨助理开车门，顾府下车，两人从酒店门口走来。另一边，南桥和顾燕青从酒店里面出来。太棒了，终于拿到意向书了，只要视察没问题，这酒店的猪肉就由我南桥出了。顾燕青看着南桥的笑容，忍不住也跟着笑了。大鹅，你可以啊，不愧是我说的人肉算盘，这次能拿下意向书，可都靠你。你说你怎么会连天鹅酒店的食材供应都那么清楚啊？我也不知道，那些信息很自然从脑海里跑出来的。不管了，我今天必须得好好报答你才行。好啊，你想怎么报答我？当然是带你去医院看看你的脑子。顾燕青愣怔，一丝失落的情绪涌上心头。就在此时，顾父和杨助理从往这边而来，南桥和顾燕青也要走过去，两人几乎要看到。医生，他现在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是不是脑子撞坏了？病人的头部曾经受到撞击，脑内有阴影影响到了海马体，诱发了失忆。啊，脑子真撞坏了？南桥，我只是失忆，不是脑子坏掉了。那他还能好吗？可以通过手术取出脑内的淤血，但这类手术的费用比较高，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其实我不是他家属，他就是我在路边捡的。顾燕青抿眉，不过大鹅，你放心，既然我都捡了你，我就不会就此抛下你。等酒店生意做成，钱够了，我马上带你来做手术。我真是你在路边捡的？重点不是手术吗？所以我真的不是你老公，你也不是我老婆。上次你不信，我看你刚醒，也就没多说。我们俩连姘头都不算。医生听到这话，八卦的眼神在二人身上逡巡。嗨，当然不算，我和你清清白白。顾燕青一脸失落，这家伙怎么还有点失落的样子？不过以他这副皮囊，真和我在一起，岂不是让我占大便宜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先走，等凑够钱了再来。顾燕青没动，南桥见状，上前牵住顾燕青的手。还愣着干什么？走呀，回家。
回家？可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我能跟你回家吗？谁说我们什么关系都不算？顾燕青眼前亮了亮，你是我的人肉算盘，以后在南河镇我南桥照定你了。放心吧，在你恢复记忆前，我家你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真的？南桥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还牵着顾燕青的手，他尴尬要松开手，被顾燕青突然反握住。走，回家。南桥莞尔一笑。南桥家，李婶和其他员工张嫂、王叔在门口张望着，见南桥和顾燕青回来，李婶期待的出去。怎么样？怎么样？有好结果吧？南桥沉着脸不说话，众人以为结果不佳，有些失望，但很快就安慰南桥。没事没事，南桥你也别灰心，要怪只能怪那酒店的人不识货，我们的猪他们瞧不上，是他们的损失。回头咱们再找别的销路，酒香不怕巷子深，我明儿就拉猪上市场卖去。叔，咱先不急着去市场，咱先把猪圈收拾好。我们都是干力气活的，不怕辛苦。我是说，明儿咱们先把猪圈收拾好，过阵子酒店检查组要来检查，咱们一定得保证过关。众人面面相觑。我们猪场拿到意向合同了，只要后面的检查过关，签约一定没问题。太好了，我们拿到了，还是咱们南桥丫头能干，气死那陈丽萍。我能干是不假，但今天可都是咱们大鹅的功劳，要不是他，这单子还真不一定能搞定。你们俩都能干。众人笑成一团。南桥和顾燕青在厨房里包饺子。大鹅，你把葱切一下，然后把肉剁了。顾燕青在南桥身后一边听南桥说话一边筹备，但动作生疏。顾燕青忽然在南桥身后倒吸一口气，南桥担心看去，看到顾燕青手指被切破，南桥下意识拽过顾燕青的手，将顾燕青受伤的手指缩了一口。顾燕青一怔，心头悸动，南桥反应过来，慌张松开顾燕青的手。对不住啊，我习惯了。没事，谢谢。顾燕青将手背在身后，轻轻抹撒南桥碰过的地方，耳朵有点红。南桥觉得尴尬，移开视线，结果看到案板上被顾燕青切得乱七八糟的蔬菜。大鹅，这就是你剁的馅？不对吗？这能当馅吗？对不起，我好像帮倒忙了。你到底是哪个高门大户的少爷下凡啊？算了，我来做吧。顾燕青抿唇，看到南桥脑门上被他沾上的面粉，抬起手给南桥整理脸上的面粉。两人距离拉近，南桥愣愣地看着顾燕青，脸红，两人之间气氛暧昧。张嫂从外面进来，撞见南桥和顾燕青暧昧模样，会心一笑。南桥和顾燕青回神，南桥慌忙后退。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那我先出去。南桥把张嫂拉住。张嫂，啥事啊？外头火已经升起来了，等饺子下锅呢。大家围坐成一团，南桥拿着酒一个个给人斟酒。大家吃好喝好啊，大鹅你也喝点。南桥把酒给顾燕青满上。来，叔敬你，以后你可得对咱们南桥好点。南桥是个可怜的孩子，从小没爹没妈，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到大不知道受过多少苦。顾燕青心疼地看一眼另一边正在给人斟酒的南桥。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对南桥好的。王叔欣慰一笑，来吃饺子，这饺子里包了硬币，谁吃到谁就有好运。我要。顾燕青一眼看到一个饺子里露出硬币的馅来，他不动声色把饺子夹到南桥碗里。这个里面有好运。你傻不傻？明知道有好运就要留着自己吃啊。我想把好运留给你。南桥一怔，和顾燕青四目相对。张嫂在南桥身边坐下，眼神在南桥和顾燕青两人之间流连。哎，你们俩啥时候把事给办了啊？办什么事啊？人家只是失忆，记住在我这。这孩子虽然来路不明，比陈飞那小子踏实多了。你要不抓紧了，等他哪天恢复记忆，弃你而去，可有的后悔。我现在只想把咱们猪场做大做强，像天鹅酒店一样做连锁猪场，不想那些有的没的。真不想？真不想。那我可想了啊！陈飞妈在洗烧水桶，一边骂南桥。南桥这杀千刀的，把人给我抢走了就算了，居然还真让他拿下了天鹅酒店的订单。看向旁边扇着鼻子一脸嫌弃的赵佳佳，陈飞妈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是表小姐，连个酒店订单都拿不下来，这还不是你儿子没比过人家的小工？你怎么还提这个事儿？但有那小子在，南桥这猪场肯定压我们一头。那就想办法让他在我们镇上待不下去。他一个来路不明的，还不好处理吗？妈，你有主意。太阳出生，南桥从床上悠悠转醒，坐起身伸懒腰，偏头见顾燕青的床铺被整理妥善，被子叠得一丝不苟，像豆腐方块似的。这孩子虽然来路不明，比陈飞那小子踏实多了。你要不抓紧了，等他哪天恢复记忆，弃你而去，可有得后悔。虽然不知道顾大鹅究竟是什么人，但他家务做得细致，确实挺踏实贤惠的。我以后要是结婚，找个这样的男人挺不错的。南桥看着顾燕青和自己的枕头放在一边，一个在床上，一个在床下，心情颇好。此时窗外传来吵闹声，伴随村花的声音：大鹅哥，你长得真好看。张嫂说你还没对象，你看我怎么样？南桥看向窗外，看到村花和顾燕青在一起，眼中划过惊讶。南桥开门走出，就见顾燕青被几个女孩围在一起，神色茫然。大鹅哥，
我是真心喜欢你，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你什么都没带，根本不是真心。大鹅哥，这是我亲手做的大饼，你要是跟我在一起，我天天给你做。大鹅哥，我给你做了双新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脚吧。还有我，大鹅哥看看我的。不用了，我都不需要，大家都回去吧。南乔看到这一幕，微微一怔。顾燕青看向南乔，投来求助目光。南乔上前撞了顾燕青一下。大鹅，想不到你这么抢手啊！别开我玩笑了。顾燕青朝南乔使了个眼色，让南乔帮忙。南乔大步走到顾燕青身前，将他和众村花隔开。顾大鹅现在谁也不考虑，你们快走吧。顾燕青闻言，眼神微动，看着南乔。大鹅哥都没说话，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他又没说不考虑。你们是不是真信张嫂吹大鹅了？他现在要啥啥没有，住我的，吃我的，穿我的，你们真想和他谈对象啊？众村花听南乔这么说，脸上起了犹疑。但张嫂说了，她聪明得很，现在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不定以后会飞黄腾达。以后的事哪有现在说的准？隔壁镇有个已经飞黄腾达的，好像叫张大乔的，也没对象。你们不去，我就先下手了。南乔说着，做事要走，众村花们赶紧跑出去。大鹅，咱们下次再来哈。对了，我的饼。众人又折回，把拿来的东西全部拿了回去。陈飞领着镇长往这边来。镇长，我跟你说的那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就跟南乔住一起。这陈飞还真会给我找事儿，我忙着找顾总呢。陈飞，我知道你最近跟南乔不对付，你要是为了跟他为难浪费公务，我饶不了你。村长你就放心吧，那个顾大鹅绝对是黑户。两人快步往南乔家来。诺，刚才可是我们这的镇花，你真没想法啊？没有，我不喜欢他。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顾燕青定定地盯着南乔，南乔眨了一下眼，顾燕青脸微红。我喜欢你。哪个是顾大鹅？站出来！就在这时，镇长声音响起，以至于南乔没听到顾燕青的话。二人看去，就见镇长大步走来，身后跟着陈飞等人。镇长，他就是那个顾大鹅，他来路不明，前几日突然就窜我们镇上来了。隔壁不是才跑了一逃犯吗？保不齐就是他。众邻居闻言面色大惊，议论纷纷。不会吧，大鹅看着也不像逃犯啊。人不可貌相，真说不定。镇长眯眼。镇长，这是我们顾总的照片，你找到了一定要通知我们，顾董一定会万分感激，到时说不定会增加对你们镇的投资。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镇长看向顾燕青，一脸惊愕。你是？我叫顾大鹅。他看着有几分像顾总，可惜我忘了带顾总照片。不过顾总不可能是黑户，更不可能跟南乔在一起。陈飞，你又在造什么谣？大鹅可不是什么逃犯，他是知识分子。前天你见识过的，大鹅的学识可比你这大学生强多了。在他跟前，你就是个酒囊饭袋。你说不是就不是啊，镇长，我们绝不能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住在这儿。他要是个嘎人犯，我们不就危险了？是啊。镇长点头，看向南乔。南乔，不管你和陈飞什么恩怨，但这是陈飞说的有道理。我是镇长，我得负责。你们把这人带走。陈飞立刻领着人上前抓顾燕青。住手！南乔把顾燕青往自己身后一带，想赶走他，也得看看我南乔同意不同意。大鹅绝不是来路不明的人，他是我南乔的人，他的品性人格我来担保，他的事情不管大小，我南乔一力承担。顾燕青争冲地看着南乔，眼中划过感动。你说承担就承担，南乔，你们俩既不是同个户口，又不是夫妻，你现在说的好听，回头真出事了，你怎么承担？赶紧让他滚蛋！谁说我们没关系？众人惊讶看向南乔。他是我男人，我是他媳妇，我们今晚就会办酒。顾燕青惊讶看向南乔。南乔，上回骗我就得了，现在镇长都在这儿，你唬谁呢？南乔突然捧着顾燕青的脸，吻上她的唇。顾燕青愣在原地。现在相信了吗？镇长，你要是把他赶走，我南乔不是要守活寡了？镇长默了默，看向陈飞。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也不能把南乔的男人赶走。镇长深明大义，今晚留下来喝喜酒啊。喜酒就罢了，让你男人别给我惹事就行。绝对不惹事。行了，散了。镇长领着人离开。你别得意，让我抓着把柄，你死定了。顾燕青摸着唇，半晌还有些愣神。南乔见状，不自然地咳了咳。刚才是情况紧急，你别生气哈。我知道你是帮我，我当然不生气。不气就好，别愣着了，赶紧准备。做什么准备？当然是办酒的准备啊！不然你真以为镇长和陈飞这么好糊弄？皓月当空，众人在院子吃酒，氛围热闹。南乔穿着红裙子，和顾燕青一起走来，众人起身恭喜道贺。你们吃好喝好哈。顾燕青环住南乔的肩膀，把南乔的酒杯接走。你少喝点，我带南乔进大家。南乔抬头，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顾燕青，有些失神。张嫂欣慰，抓着南乔的手放在顾燕青手心里。大鹅，南乔这丫头从小就无父无母，是我们这些邻居看着长大的，和陈飞在一起，以为找到了个好人家，谁想到居然是那么个玩意儿。
顾燕青心疼地看一眼南乔，提起这些，南乔心里也不好受，只别开眼。以后你可得好好照顾南乔，要是再辜负南乔，我们大家伙可不会放过你。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南乔看向顾燕青，心中微动。李婶、张嫂、王叔等人已经到了门口，南乔和顾燕青相送。行了行了，你们就别送了，大喜的日子赶紧入洞房去。顾燕青脸红，那就不送你们了，快回去吧，早生贵子。众人离开，顾燕青还有些难为情，想和南乔说什么，南乔却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原来办喜酒这么累，早知道就不说那样的话了。大鹅，我先去洗澡了。好。顾燕青坐在床沿，面色发愣。他是我南乔的人。南乔捧着顾燕青的脸亲吻，顾燕青面色泛红。此时南乔擦着头发走入，见顾燕青还在发愣，他手在顾燕青跟前挥了挥。大鹅，想什么呢？啊，没什么。那你赶紧打地铺睡觉，今天被陈飞那厮闹了一天，累都累死了。我还打地铺吗？不然呢？你想睡哪里？我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南乔惊愕，顾燕青深吸一口气，走近南乔，牵起他的手，神色郑重。我现在虽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无所有，但你放心，我既然跟你结婚了，我一定会对你、对这个家庭负责到底，我会好好照顾你。等我挣到钱了，一定给你补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总之，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苦。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顾燕青一顿，误会什么？南乔有些不自在，拖出手，深吸一口气。大鹅，我和你结婚只是形势所迫，为了让你留下才办这个酒的，做不得真。所以你今天是在跟我假结婚？那不然呢？我以为你也很清楚呢。顾燕青震惊又失落。南乔，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你的婚姻那样珍贵，怎么能儿戏？说不作数就不作数。我一大男人无所谓，可这要传出去，你的名声怎么办？南乔看着顾燕青生气的样子，有些好笑。你还笑得出来？你这副样子让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才是那个被坏了名声的大姑娘呢。顾燕青被气得无语，只默默地拿地铺铺在地上。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当初陈飞那样闹，我在南河镇早就没什么名声可言了。再说，我只想把猪场做大做强，名声不名声的不重要。做事业和结婚也不冲突。说的也是，以后说不定会让我遇上一个不在乎我名声的人呢。我就不在乎你的名声。南乔一愣，两人四目对上，南乔心头悸动。是说，其实这婚事我可以负责。你现在都失忆了，我要是让你负责，那是趁人之危，万一你有家室了怎么办？你还不如趁人之危。什么？顾燕青没再说出口，只闷闷地埋头打地铺。我都是为了他好，怎么他还一脸不开心的样子呢？顾燕青躺下，闭上眼。南乔探头看了他一眼，唇角忍不住微微勾起。他要气质有气质，要身材有身材，要学识也有学识，将来肯定是个人才。要是他没有失忆，这婚事还真是我南乔占便宜了，可惜啊。再盯着我，我就要怀疑你真想趁人之危了。说什么呢？赶紧睡觉。李滋滋急急地走进来，坐到顾红梅身旁，挽着她的手。婶婶，都这么多天了，燕青哥还没找到吗？你急什么？我当然着急了。你说好的要撮合我和他结婚的。你放心，等他回来，我会安排你俩结婚。希望他就此永远别回来了。李滋滋羞涩笑。南乔和顾燕青一起在小摊前卖猪肉，顾燕青动作利索，将排骨剁成小块。大鹅，不错嘛，跟我几日动作越来越利索了。顾燕青微微一笑。这时陈飞妈走来。小贱人，和我儿子才分开多久，居然就结婚了？你可真不要脸！这一大早的，怎么就有狗叫？顾燕青被逗笑，陈飞妈气结，一些群众围过来，替南乔打抱不平。分明是你家陈飞先对不起南乔，他能找，南乔怎么就不能找？我儿子是大学生，又是男孩，他一女人家能一样吗？不守妇道。陈飞那玩意儿不行都能再找，我找一个咋的？我早就该踹了你那没用的儿子，可怜你的媳妇赵佳佳。此话一出，围观的人都震惊不已，对着陈母指点嘀咕。原来南乔不要陈飞，是因为他那儿不行啊。顾燕青震惊，我乱说的，也让他尝尝被造谣的滋味。顾燕青无奈地摇摇头，你可真敢说。我儿子正常的很，南乔，你给我等着。陈母拨开人群，怒气冲冲离开。南乔扑哧一笑。赵佳佳把药包塞给陈飞妈。酒店考察组不是马上要来南乔猪场了吗？妈，你只要把这个药下到南乔的饲料里去，保准过不了考察组那关。南乔，让你造谣我儿子，我不弄黄你的事，我这辈子白活了。众人围在院子里吃饺子。明天考察组的就来了，大家打起精神应对，明天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绝对不会有问题。院子外，陈飞拿着药出现在门口。放心，我一定让你出问题。陈飞把药撒在门口放着的饲料上。我先去喂猪了。陈飞快速躲到暗处。王叔把饲料从饲料袋里舀出来，放进桶内，走进猪场，把饲料拌好，喂给了猪吃。吃了这药，都成了病猪。我看你这次怎么过考察这关。南乔领着王叔在门口等考察组的人。就在这时，一辆车朝这边开过来。来了来了。
南桥紧张地理了理100，杨助理领着考察组的人下车。我是来借着你们考察南桥猪场找顾总的，附近都找遍了，只差这一带，我感觉顾总就在这附近。是。各位，我是南桥，我们猪场这边走。助理点点头，领着几人跟着南桥进猪场。就在这时，顾燕青正穿着朴素的工装在低头忙活饲料。杨助理看到他惊了一惊。顾总。顾燕青听到声音，转过脸来。杨助理看向顾燕青，只见他面上满是泥巴和饲料，看不清脸，身上穿着朴素。这人是你们猪场的工人？南桥看了眼顾燕青，颔首。对，可不只是工人，这是南桥的男人。啊，对。一个猪场的工人，我居然会以为是顾总，我真是眼瞎了。那我们先去看猪场吧。南桥点头，助理带着检查组的人转身离开。南桥带领着考察组的人在看猪，一些村民围在这看热闹。领导放心，我家的猪营养价值高，油脂肉厚。陈飞妈，陈飞挤进人群，对一个眼神。南桥，这次看你怎么办。就在这时，传来考察组的声音：哎，这头猪怎么流血了？他指着一头猪，众人望过去，一头猪身上有一抹血。南桥正要说话，陈飞妈的声音传来：这是病猪，你们快看哟，南桥猪场有病猪了。听说吴桥镇最近发猪瘟，那些染病的猪就长这样。听到这话的村民们纷纷吓得后退，检查组的人也皱起眉头。助理沉着脸，准备在本子上打下叉。等等，南老板，你这猪不符合我们酒店的标准，快打叉！南桥走进猪圈，利落地把那头猪身上的血抹掉。都是误会，我今天刚杀了头猪，准备招待各位领导，杀的时候没注意，不小心留下了血印。南老板，下次你可得注意点。一定一定。各位领导，南桥在撒谎，这就是猪瘟。不信你们仔细看看那些猪身上都长黑斑点了。还真是有黑斑点。南桥，你的猪都得猪瘟了，还遮遮掩掩的，想害死谁啊？坏了，我今天刚吃了他家的猪肉，不会有事吧？南桥，你怎么也变黑心了？为了钱什么缺德事都做啊？陈飞与陈母相视一笑，南桥扫他们一眼。陈飞，亏你还是一个大学生，竟然这么孤陋寡闻。长斑的猪可不是什么病猪，而是高级猪种花斑猪。南桥掏出专业证书，展示给众人看。这是我花斑猪的证书。这确实是花斑猪，这种猪肉更结实，营养更丰富，油脂更肥厚。陈飞和陈飞妈当场变脸。南桥，不好意思啊，俺没文化，误会你了。这样，我现在就买2斤猪肉回去。我也要，我也买2斤。我也要，我也要。众村民挤着要下单买南桥的花斑猪。大家稍安勿躁，等忙完这里，我再给大家杀猪卖肉。你家的猪确实健康，质检合格。过几天你们直接去酒店签约。谢谢，我一定准时到。杨助理领着人出去，南桥相送。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我明明看到他们把下了药的饲料喂猪了。南桥送走考察组，看向二人，脸上是近在掌握的确定。南桥嘴角上扬，一脸了然。王叔提着饲料正在喂猪，顾燕青看到什么，伸手一拦。等等，怎么了？这饲料有点不对劲。哪不对劲？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听大鹅的，先别喂了，可能被动了手脚。王叔点头，幸亏大鹅够机警，才没让他们得逞。你们还在这看热闹呢，我要是你们赶紧回自己猪场去。你什么意思？陈飞妈，你们赶紧回猪场看看吧，你们家的猪都病了，快死了。什么？陈母和陈飞纷纷跑回自己猪场，南桥得意跟出。顾燕青还在猪场门口卸饲料，怎么那么脏？南桥把顾燕青的脸抹干净。忙完了。你帮我去做个事。南桥附耳在顾燕青耳边，顾燕青点头。杨助理等人要上车离开。我的资料调南桥猪场了，我去拿回来。小刘折回去，正好见到顾燕青从猪场出来。那不是顾总吗？找了这么久，他居然真的在南河镇。不行，得赶紧和红梅总说才行。陈飞家外，屋内传来嚎啕大哭。陈飞妈坐在猪圈前的地上，捶地嚎啕大哭。这一定是南桥那黑心干的干的，你去把镇长找来，我要告南桥。陈飞点头。南桥家院子内，砧板上立着一把杀猪刀。南桥大马金刀坐在院子中央，院门大敞着等待来客。陈飞一家带着镇长闯进南桥家。南桥，有人举报你们恶意给猪投毒，破坏他人财产，有这事儿吗？南桥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容不迫地整理衣摆，走到镇长面前。镇长，投毒这事确实有。看吧，镇长，这小贱人都承认了，快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坐牢。南桥，你好大的胆！我话还没说完呢，投毒这事的确有，是他们自己贼喊捉贼。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投毒，妄想栽赃陷害我。我自己毒自己，我脑子有泡啊！南桥，你不要为了脱罪就胡说八道。我有证据，证据来了。在南桥的示意下，顾燕青从外面进来。镇长，这是陈飞到南河镇药店购买泻药的凭证，白纸黑字，章印齐全。再比对陈家猪场的药，一查就知。你说的没错，票据就放在他们家床垫缝里。我在他们家干了3年，连他们家的鸡有几根毛都知道。今天辛苦你了，给你加餐。镇长接过票据查看，
陈家三人也凑过去看，脸都变了变。你怎么会有我的票据？你管我怎么来的？反正这票据假不了。你买这药，如果没毒自己家的猪，那你买这药干嘛？难不成你其实是想毒我家的猪？陈飞被南乔问的一时答不上话来。南乔，你可别血口喷人！你……陈飞妈还想说什么，陈飞一把把陈飞妈拦住。南乔能把我藏好的票据都翻出来，显然是有备而来。再和他说下去，说不定要指控我们给他投毒。陈飞妈心虚，点头。南乔，今天算你运气好，我儿子大方不和你计较。镇长，不好意思，今天麻烦你空跑一趟了。以后没证据的事不要乱找我。行了，散了吧。陈飞点头哈腰给镇长道歉，镇长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南乔低喝一声：“等等，这事我可没说算了。”几人回头，南乔，我们都饶你一次了，你还想搞什么鬼？镇长，你可要替我做主，我是做生意的，最讲究名声。陈飞他们一家这样污蔑我，败坏我的名声，以后我还怎么做生意呢？南乔转头，趁人不注意，在眼睛下点了些口水，然后不顾形象的嚎啕大哭。以后我这猪肉都没法卖了，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南乔说着就要朝墙堆上撞过去，这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顾燕青动作快，上前一步，把寻死觅活的南乔拦住。南乔和顾燕青对一个眼神，南乔继续大喊：“你拦我干什么？让我去了吧！”顾燕青压着要上翘的唇角，忍得很辛苦。镇长，人命关天呢，你可得公正一点，不然怎么让镇上的百姓服你？陈飞，你们给南乔道歉，不然就只能报公安。陈飞是大学生，不能报公安，这让他以后怎么工作？那愣着干什么？道歉啊！陈飞妈不情不愿地准备道歉，南乔把手一举：“假惺惺的道歉就算了，那你想要什么？赔我精神损失费。”什么？你要多少？500。南乔，你抢劫呢？南乔拿出欠条来，还有之前你们欠我的6000块，也必须一次还给我。臭丫头，你不要得寸进尺。没事没事，这钱你们也可以不还，那就去见公安好了。大鹅，我们走。陈飞妈一听急了，咬咬牙：“我出。”陈飞妈不情不愿地从口袋里把钱拿出来。南乔勾唇，从陈飞妈手里把钱夺过。顾燕青看向南乔，眼中划过笑意。屋内，南乔坐在床上，一边数钞票，一边晃着腿。此时，顾燕青洗漱之后走进来铺地铺，看到南乔高兴的样子，也跟着开心。这么高兴？那是一想到陈飞拿钱出来时跟没了亲爹似的，我就想笑。现在多了这笔钱，我们就能扩大猪场规模了。剩下的钱给你做手术用，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顾燕青闻言，动作一顿，南乔倒在床上伸了个懒腰。哎呀，未来的生活真美好啊！顾燕青冷不丁抬头看南乔，没有我的生活呢，也很美好吗？啊，你从之前到现在一直都想着给我做手术，是因为想等我恢复记忆就赶我走吗？你说什么呢？恢复了记忆，当然要回家啊！再说你万一真是哪家的高门子弟，回去锦衣玉食，总比跟我在这儿吃糠咽菜强吧？吃糠咽菜也没什么不好。哪有人像你这样当养猪的小工还享受上了？我就愿意一直给你南乔当小工。南乔看向顾燕青，正好对上他认真的目光，心跳加速。啊，对了，这些给你。南乔把一叠钱塞到顾燕青手里。你的工资，你看上啥就买啥。顾红梅坐在办公桌前，小刘站在一旁。你是说顾燕青在养猪场？对，我亲眼看见顾总在养猪场喂猪。我打听啊，都说他是南乔的老公，叫顾大鹅。什么？他酒店大老板不回家，居然跑去做养猪场女老板的丈夫，搞什么鬼？我也不懂，他们跟那个陈飞还不对付，陈飞还举报过他是黑户呢。陈飞，看来得去见见这个人了。陈飞一家3人围坐在桌前吃饭，桌上菜品简陋，天天萝卜白菜，连块肉都没有。隔壁的鸡都吃得比我们好。想吃肉自己买啊！你不是大小姐吗？不会连买肉钱都没吧？娶你进门半毛钱都不出，还不如南乔那丫头呢，至少人还能干活。那你去找她去呀，看人还愿不愿意回来。行了，别吵了，钱都被南乔讹走了，只怕这猪场都要破产了。看来你们很缺钱啊！3人看去，就见顾红梅穿着富贵皮草，踩着高跟鞋走入。你是谁？顾红梅勾唇，拿出一叠钞票，是能够帮你的人。众人看到钱，眼睛一亮。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钱？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只要你们帮我教训一个人，不仅这叠钱，还有酒店的订单，我都可以给你们。谁？顾大。陈飞妈贪心的一把钱抢过。没问题，儿子，有了这笔钱，我们猪场就不会破产了。很上道，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到时候我也会安排人来帮你们。顾燕青在铺床铺，南乔打开衣柜，挑了几身衣服，在身前比了比，有些纠结。今天去签约，穿什么好呢？顾燕青看了南乔一眼，打开柜子，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递给南乔。什么？送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南乔疑惑着把礼盒打开，看到那条裙子，惊得愣了愣。南乔看着礼盒愣了愣，店铺橱窗里挂着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这不是我们之前看的那条。你今天去签约，正好可以穿这一身。这很贵的，你干嘛买这个送我？
你不会把1个月的工资都花这上头了吧？你说让我随便花的，我是让你随便花，但我是让你买你自己喜欢的，你怎么光买我喜欢的了？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南乔心头悸动，快去试试吧。南乔感动的点头。顾燕青等南乔试衣服，南乔穿着裙子走出，顾燕青盯着南乔，神色惊艳。南乔被盯得有些不自在，手都不知道往哪摆，是不是很怪？不，今天你一定是最漂亮的那个。那我就穿这个去了，一定马到成功。南乔微笑点头。南乔穿着裙子，拿着资料离开家，将大门关好，转身上车离开。陈飞和几个歹徒从外面出来，几人对视，陈飞朝其中一人蛇使眼神。顾燕青正在院子内忙碌，一歹徒突然拿着麻醉针，一针扎在顾燕青脖子上。顾燕青一惊，想挣扎，但浑身使不上力，往后一倒。这麻醉针还真好用啊！快把人带走。陈飞几人把顾燕青扛走。王叔和张嫂正从不远处走来，正好看到陈飞把顾燕青塞进车里的背影。王叔大惊，那不是陈飞那小子吗？扛着大鹅去哪？站住！歹徒迅速关上车门，开车离开。不好，大鹅被人绑走了，我去开拖拉机跟着，你赶紧去酒店告诉南乔，让他想办法救大鹅。这是我们养猪场的合格证和其他资料。杨助理接过资料翻看，资料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签约吧。将资料放到桌上，递上合同。南乔接过合同，正要签上名字，张嫂推门而入。南乔不好了，大鹅被绑架了。什么？抱歉，我要先走一步。南乔急忙离开，不小心碰到桌上的员工资料，资料落地，几张照片露了出来。助理捡起，一眼看到地上的照片，照片上是顾燕青的村照。这不是顾总吗？原来那真是顾总。南老板，等一下。顾燕青被绑在椅子上，悠悠转醒，身边守着2个歹徒。门开，4眼阳光照来。醒了，是你，陈飞，你想干什么？你和南乔那么多次让我难堪，也是时候给你点教训了。不过你现在要是肯跪下来求我，我就把你放了。想让我求你？可以，你过来。陈飞没多想，朝顾燕青走近。跪吧。顾燕青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脚朝陈飞踹过去。陈飞毫无防备，被踢得往后一退。你也配让我跪你？把他给我按住，我要弄死他！歹徒们冲过去，一把按住顾燕青。顾燕青挣扎，陈飞抡起棍子就要朝顾燕青砸去。住手！就在这时，仓库门轰然被踢开，南乔提着杀猪刀逆光站在门口。南乔拎着刀，把顾燕青护到身后，他狠狠瞪着陈飞等人。别过来，不然别怪我南乔下手太狠。你不是在酒店签约吗？怎么来这儿了？王叔说你被绑这儿来了，还签什么合同？我当然是先救你。可这儿很危险。不危险就不来了。顾燕青感动。南乔，我早就想连你一起揍了，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上！陈飞一声喝，几人一起朝2人攻过去。顾燕青挣开了绳子，和南乔配合，撂倒2人。陈飞被他们气势吓得往后退一步，不小心被绊倒，摔在地上。陈飞，你这王八蛋，我今天非敲碎你天灵盖！南乔凶悍地骑坐在陈飞身上，拿着手里的刀往陈飞脸上连甩了几下。陈飞被甩得鼻子喷血。顾燕青被几个歹徒缠斗，放倒1人的同时，被人从后方攻击。南乔刚放过陈飞，看到这一幕，惊得扑上去。小心！南乔从后护住顾燕青，被一棍子敲到肩膀，昏厥过去。顾燕青焦心地抱住南乔。南乔，身后的歹徒一棒子朝顾燕青打过去。顾燕青被敲到后脑勺，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脑海里开始闪过很多画面。顾燕青带着人走入天鹅酒店，众人夹道欢迎。顾总好。顾总好。顾燕青在办公室，助理递上文件。顾总，这是天鹅酒店的经营方案。顾燕青颔首看文件。顾燕青坐在车后排，司机开车，远处一辆车撞来，司机猛打方向盘，车撞到路边大树。顾燕青坐在车内，额头流血。顾燕青神色骤然清醒了过来。我都想起来了，我是顾燕青。歹徒还要冲过来揍顾燕青，被顾燕青一把扣住了铁棍。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歹徒们对视一眼。嘎了他！嘎人！不是，我没有要闹出人命啊！顾燕青几下撂倒所有人，陈飞吓得瑟缩在地上。就在这时，仓库里冲进来许多人。顾总，你没事吧？顾总，什么顾总？你好大的胆子，连我们天鹅酒店的顾总也敢绑架？天鹅酒店顾总，他不是个来路不明的小工吗？顾燕青抱起南乔，冷眼看着陈飞和其他几个歹徒。把他们几个控制住，我还有话要问他们。是。顾燕青抱着南乔大步走出仓库。南乔虚弱地躺在病房里，顾燕青在旁边一脸心疼。放心，病人并没有伤到筋骨，都是些皮外伤，很快就能好。顾燕青怜惜地抚着南乔的脸庞，没应声。顾总，你脑子里的淤血已经散去，不会再影响记忆，只需要好好休息。说完医生出去。顾总，没想到您这段时间失踪，是失忆了。陈飞和那群歹徒呢？还控制在那，等您发落。走。顾燕青大步走出病房。陈飞和几个歹徒被绑在车内，陈飞挣扎，顾燕青拉开车门，陈飞从车内滚出去，匍匐在顾燕青脚下。顾总，你总算来了，对不起，我错了，顾总，求你放过我吧。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态度，
以前是我陈飞有眼不识泰山，我该死，求您饶过我吧，我跪下来求您，我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听你那语气，你并不想闹出人命，那你告诉我，想闹出人命的是谁？是一个女人，一个中年女人，说是和你有过节，可是我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字，你问他们，他们肯定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更不知道什么女人，我们可是被你雇来的。对啊，对啊，就是你找的我们。我没有，不是我只是拿钱办事。你们怎么都乱说？看来问是问不出什么了。杨助理，把他们交给公安吧。是。歹徒脸色未变，反而是陈飞吓得脸色苍白。不，顾总，别送我去公安啊！我只是一时糊涂，我真的没想要害你。有什么话和公安说去吧。带走。其他手下押着几人离开。顾总，到底是谁知道您在南桥猪场，还想趁着您失忆要您的命？视察组的人去过南桥猪场，也见过我，好像有一个是姑姑的人。红梅总，那要不要立刻报公安？没有证据，不要打草惊蛇。这段时间暗中好好查他。是。燕青。就在这时，顾府和顾红梅、李滋滋一起走了过来。燕青哥哥，儿子，你没事吧？放心，医生说我没事。你可让我们好找，谁想到你居然失忆了？要不是这可恶的歹徒，说不定咱们还找不到你。顾燕青盯着顾红梅一笑。是啊，说来还得感谢这次的歹徒，不是他们，我还是南桥猪场的顾大鹅，没恢复记忆呢。说什么呢？这帮人真是该死！本来想一劳永逸，没想到弄巧成拙，他恢复了记忆，真是废物。李滋滋上前挽住顾燕青的手臂。燕青哥哥，你回来了就好，我好想你啊。我走的这段时间，酒店很多事停摆，我现在得马上回酒店一趟。顾燕青一眼都没看李滋滋，李滋滋还想说什么，顾父马上接话。是，酒店开业都耽误了，你是得赶紧回去了。爸，有什么事我们晚点再聊。顾燕青上车离开，李滋滋看着那背影，气得跺脚。燕青哥哥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淡了？这次的事我并没有出面，这小子应该查不到我头上来。姑姑，你说过帮我凑成跟燕青哥哥的婚事的，你长点心吧。听说他在南河镇和人结婚了。什么？众员工分列在门口两边，忐忑不安。听说我们顾总终于回来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终于有机会一睹顾总的真容了，还有点紧张呢。就在此时，几辆车从不远处开过来。来了！车门被拉开，西装革履的顾燕青从车上走下。顾总，这真是顾总？他不是南桥猪场那个算术厉害的小工吗？顾燕青昂首阔步走进天鹅酒店，气质威严。各位，初次见面，我是顾燕青，又见面了。顾总好，之前是我眼拙，怠慢了您。全员准备开会。顾燕青阔步进酒店。顾总之前是潜伏在猪场考验我们吗？还好，当时采购猪肉时没有乱来。这有钱人就是人傻钱多，平白给我们送来这么多钱。不过说到底，还是我儿子有出息。陈飞妈正在傻乐呵，就听到外面传来喊声：“陈飞妈，你儿子犯了事，被公安抓走了。”你说什么？这不可能！是真的，不信你自己去找公安问问。陈飞妈脸色发白。赵佳佳在窗户外看到，赵佳佳在抽屉里找东西，翻出一摞钱。这蠢货居然真的出事了，好在还有一笔钱。砰的一声，房间门被打开，陈飞妈走进来，瞧见赵佳佳在偷钱，怒冲冲跑过去，拽住她拿钱的手。你干什么？把钱还给我，我得拿钱去打店，说不定还有希望救出我儿子。老太婆，你给我放手！两人扭打在一起，赵佳佳把陈飞妈推摔在地上，赵佳佳将剩下的钱都揣兜里，居高临下的看着陈母。我告诉你吧，我根本就不是顾总的表妹，只是个保安的女儿。陈母诧异，当初看上陈飞，无非是看中你们开猪场有钱，谁知道你们家离了南桥，一穷二白，现在他坐牢，还想我跟着你们吃苦，做梦！说完，赵佳佳大步离开房间。他竟然是个骗子，我居然为了个骗子放弃了个能干孝顺的儿媳妇，还把陈飞害得这么惨，我儿啊！陈飞妈晕厥过去，南桥已经醒来，正站在窗边活动身体。顾燕青提着一个大石盒走进来。伤好全了吗？就活动开了？那必须啊，我皮糙肉厚，那点小伤算不得什么。倒是你有没有哪受伤了？你都替我挡着了，我怎么会受伤？饿了吗？过来吃饭。快饿死了。顾燕青把保温盒打开，放到南桥面前，里面全是鸡鸭肉的荤菜，还有一碗丰盛的鸡汤。你发横财了，搞这么丰盛？你现在是病人，要好好补补。这是我从天鹅酒店打包的，快试试吧。天鹅酒店不是还没开业吗？你怎么打包菜？你什么时候跟他们这么熟了？我没等顾燕青回答，南桥尝一口，这大酒店就是不一样哈，就是格外好吃。南桥，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我都说了你是我的人，我当然得罩着你。顾燕青感动。南桥突然发现顾燕青穿的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他的目光在顾燕青身上打转。看什么？我怎么觉得今天的你好像特别不一样？哪里不一样？特别帅，又好像有一点点陌生。
南桥，不要觉得我陌生，不管将来怎么变，我都是南桥猪场的顾大鹅。知道了，顾大鹅，就是可惜了，和天鹅酒店的合约没达成。你会不会后悔来救我了？后悔倒不至于，可惜倒是真的。都怪陈飞那个王八蛋，要不是他找事，现在我们南桥猪场已经是天鹅酒店的供货商了。我已经把他扭送到公安局，他这辈子等着牢底坐穿了。活该，和天鹅酒店的这合约我也是不会放弃的。等出院了，我再去酒店争取。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争取后年。顾燕青点头。你准备那么充分，合约肯定非你莫属。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我现在去给你缴费。顾燕青离开病房。南桥继续吃饭，就在这时，李滋滋走了进来。你就是传说中那个女人？南桥饭还在嘴里，听到李滋滋的话，抬起头来，直吻把饭吞下。你是不是走错病房了？我就是来找你的。我警告你，你不要再妄想勾引燕青哥哥。燕青这名字倒是有点耳熟，可我也不认识啊。你少装了，现在他回来了，你们以前不管发生过什么都不算数，我才是他真正的未婚妻。南桥发现根本无法和李滋滋沟通，于是敷衍的直点头。好好好，我知道了，他有未婚妻了，放心吧，我对他没兴趣，我有喜欢的人了。你真有喜欢的人了？谁？你又不认识，当然是大鹅了。放心吧，绝对不会是你那个什么燕青哥哥。这还差不多，你也不配我燕青哥哥。你既然说完了，能不能赶紧走，让我安心吃饭？南桥继续低头吃饭，动作大喇喇的，一点也不文雅。这样粗鲁的女人，燕青哥哥也不可能会喜欢。之前肯定是失去了记忆，被蒙蔽了。李滋滋转身走出病房，南桥无奈的摇摇头，一脸莫名其妙。南桥换好衣服，准备出院。此时张嫂突然推门而入。南桥，我找你半天了。南桥惊讶看着走到他面前的张嫂。张嫂，你怎么来了？张嫂顺手将南桥的行李接过，拿在手里挽着南桥的胳膊。这不是听说你出院吗？大伙儿让我代表他们来接你出院里。哎，大鹅那小子呢？你们小两口今天怎么没粘在一块儿？什么小两口？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初办酒就迫不得已，又不是真的。得了吧，大鹅每天那眼珠子恨不得都粘你身上。嫂子过来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去哪儿了？要不要等他？不用，他最近老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张嫂和南桥回家，发现李婶等人早就在院子里等候，看到他们回来，立马迎上来，把南桥围在中间。快坐！你这刚出院，身子弱的，千万别吹风了。对，喝点热水不？叔给你倒。南桥转眼间就被李婶按在凳子上，接过了王叔递来的水。大家不用麻烦了，我这都好了，能跑能跳的真没事儿。都是那杀千刀的陈飞，之前不干人事也就算了，居然还敢绑架大鹅，活该遭报应。听大鹅说他现在已经坐牢了，只要陈丽萍不作妖，就也不用管他们。你还不知道啊？陈飞那小王八蛋一进去之后，赵佳佳就卷钱跑了。陈丽萍受了刺激，已经疯了。赵佳佳，她不是天鹅酒店的表小姐吗？呸，她就是酒店保安的女儿，猪鼻子插葱唇在那装蒜呢。陈家要是早点醒悟，何至于落到这种下场？要我说，她就是眼盲心瞎，放着我们南桥这么好的姑娘，不要非要去捧那个赵佳佳的臭脚，还真以为真能跟天鹅酒店攀上关系嘞。对了，咱们跟天鹅酒店的生意是不是也黄了？此话一出，众人沉默，南桥也垂下眼睛，抹撒手中的杯子。不，放心吧，大家，天鹅酒店的订单我一定能再拿回来。下午我就再去酒店一趟。一辆车开到南桥家院外，正吃饭的众人疑惑地往外看去。杨助理下车，在众人注视下走向南桥。杨助理，您怎么过来了？杨助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待南桥恭恭敬敬。南老板，这是之前南桥猪场和天鹅酒店之间没有完成的签约合同。听说你刚刚伤愈，顾总照顾您的身体，特地让我过来一趟，和你签约。签约，主动送上门的。南桥不敢相信地接过合同，大家纷纷凑上去看，文件的标题果然写着签约协议。我上次签约之前临时走了，还以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顾总是一个按规矩办事的人，南桥猪场最符合酒店要求，如果错过了你们，是天鹅酒店的损失。想不到顾总那么大一人物，人这么好。你看看合同有没有问题，要是没什么要改的，我们就签约。当然没问题。这大老板就是不一样啊，就是明事理。杨助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邀请函。对了，你作为天鹅酒店的合作商，顾总请你出席明天的开业仪式，希望你到时候一定要去。顾总邀请我？没错。另外，顾总是顾大鹅让我告诉你一声，他最近很忙，今晚暂时不回来了。杨助理说完之后上车，南桥看着离去的车辆。顾大鹅怎么会跟杨助理突然这么熟，还让他来给我传话？不过他干嘛去了？为什么突然这么忙？
南乔在家铺床，顺手将顾燕青的地铺也拿了出来，正要往地上放的时候，手一顿，我怎么忘了今天晚上大鹅不回来？南乔将摊开的褥子重新整齐叠好。那家伙第一次夜不归宿，也不知道在外边睡得好不好。顾燕青正伏案工作，顾总，已经很晚了，要不先休息？顾燕青看了一眼时间，指针指向半夜12点，点头合上文件。也不知道没有我在，南乔睡得好不好？酒店供货合同到手，他应该睡得很踏实吧？顾燕青躺在酒店柔软的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无奈的叹口气，最终抱着被子躺在了地上。打地铺这么长时间，反倒不习惯睡床了。南乔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睁开眼来。明明一个人待了这么多年，大鹅才来几天，我居然就不习惯了。两人各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最终隔着时空面对面思念对方。张嫂帮南乔理了理裙子，往后退开一点，打量南乔。南乔挺直背，怎么样？穿成这样去参加开业典礼，应该不跌咱们猪场的份吧？好看得很，要说大鹅的眼光就是好。南乔笑笑，可别忘了捎上给顾总准备的礼物。李婶把一篮子土鸡蛋和一些猪肉交到南乔手上，希望这位顾总不会嫌弃。他人那么好，应该不会。今天终于可以见到真人了，也不知道这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到底长什么样子。咱们也好奇着呢。天鹅酒店，酒店门口挂着横幅，热烈庆祝天鹅酒店开业大吉。南乔走进会场，会场内已经聚满了人，果然是连锁大酒店开业，人真多啊。南乔想起什么，从包里翻出名片来，大步走进会场。南乔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派发给酒店内的宾客。林老板你好，这是我的名片，我们南乔猪场的猪都是品质最好的高山猪和花斑猪，听说你也是餐饮界的行业大头，要是有什么生意，多多考虑我们啊。这不是天鹅酒店最近新签约的供货商吗？没想到老板居然是个小姑娘，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天鹅酒店都认可的资质肯定不差，我往后一定优先考虑你们。也给我张名片，我们这儿正好在考虑新供货商呢。南乔笑着递上名片，众人纷纷围聚到南乔身边。人群外围，李滋滋看着这一幕翻了个白眼，果然是个没见识的乡下女人，到处推销那上不得台面的猪，真够丢人的。南乔正好听到李滋滋的蛐蛐，眼神一变，看向李滋滋，和李滋滋对视。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等一会儿燕青哥哥来了，他肯定会把你赶出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非要追着我咬？我说过我根本不认识你这所谓的燕青哥哥。你装什么傻？都是因为你现在燕青哥哥才不理我。实在不行，你把你那个燕青哥哥喊出来，我们当面对质。就在这时，酒店忽然全场安静，杨助理的声音响起：顾总到了。会场大门被推开，顾燕青逆光站在酒店门口。顾总，顾总。顾燕青阔步朝里走，南乔争冲的看着顾燕青，有些缓不过神来。顾总这么年轻就创办了这么大的连锁酒店，可真是年轻有为啊！听说前阵子出车祸丢了记忆，才耽误了这家酒店开业。大鹅竟然是顾燕青。李滋滋欣喜地看着顾燕青，只见顾燕青朝他的方向走过来，他欣然迎上：燕青哥哥。可是顾燕青像是根本没看到他，与他错身而过，走向南乔。李滋滋脸色冷下：你来了啊？对，我来了。南乔上下看顾燕青，说不出话。顾燕青微微一笑，神色真诚地朝南乔伸出手。南乔，正式和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顾燕青，是天鹅酒店的创始人。南乔本能地握住顾燕青的手。顾总好。南乔，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原来昨晚你没回来，是你恢复了记忆，我还担心来着，看来是我白担心了。陈飞绑架我的那天，我就恢复了记忆，一直没和你说，是想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和你介绍我自己，希望你没有生气。我哪有那么小气，我替你开心还来不及，你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人了，我早猜你肯定不一般，以后你就是天鹅酒店的顾总，再也不用窝在我那小地方当个小工了。就在这时，李滋滋上前挽住顾燕青的手。燕青哥哥。南乔一愣，眼神暗了暗。原来他一直说的未婚夫是大鹅。顾燕青挣开李滋滋的手，想和南乔说什么。那我不打扰你们，我去那边。南乔欲走，顾燕青突然伸手把他拽住。燕青哥哥，你牵制着他干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养猪的，臭死了。李滋滋，他是我喜欢的人，甚至在我眼里，他已经是我的妻子，你对他放尊重点。南乔听到顾燕青的话，正在原地。妻子？他哪配得上你？就因为他曾经收留过你吗？他收留我，只是给了我一个喜欢他的机会，而我爱他，是因为他优秀。南乔被顾燕青扣住的手微微颤了颤。可是婶婶和顾叔都说过，我们俩将来要成婚。那从来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谁和你说的，你就去找谁，我从来没有同意过，也不会同意。李滋滋气得红了眼，瞪了南乔一眼，转身就跑。大鹅，你刚刚都说了些什么啊？他居然说喜欢我。刚刚的话你都清楚听到了，那你的想法呢？啊，南乔，我喜欢你，真心的。你呢？
你愿意接受一个不只是顾大鹅的我吗？那个，你突然和我说这么多，我都还没来得及消化，你应该给我一点时间。好，那就明天。会场角落，顾红梅看着南乔和顾燕青，小刘悄然从暗处走出，到顾红梅身边。顾总这几天都在查您，他手上已经有了您的不利证据。顾红梅脸色阴沉，握紧拳头。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顾燕青，是你逼我的。早上，南乔家，南乔在房间熟睡，此时外面传来热闹的声音，南乔眉头微皱，悠悠转醒。门外，院中央堆了一堆礼物，张嫂、李婶、王叔站在院子里，凑在一台开封的彩电前，一起看新鲜。这彩电可真新奇啊！有了这，咱们看女排就不用上外头去看了。嘿，你这大鹅，几天不见便这么阔气，这是上哪儿发达了？这些天我回了趟家。此时南乔房门砰一声打开，众人看向南乔门口。南乔，你醒了，快来快来，大鹅回来了，还带来好多好东西要送我们嘞。南乔走到院中央，看了一眼礼物堆后，看向顾燕青。这一大早上的顾总就这么豪气，来当散财童子啊？吵醒你了吗？我要说是，你要咋办？那我就跟你道歉，原谅我吧，南老板。你们在说啥呀？什么顾总？谁是顾总？哪儿来的顾总？南乔抽出手，站到了顾燕青身边。大家不都是很好奇天鹅酒店老板顾燕青长什么样吗？喏，就长这样。众人呆滞在原地。我的妈，我的老，我的四舅奶奶。南乔神情满意的拍了拍三位的肩膀。下巴收一收，我之前反应都没有这么夸张。三人终于回神，一拥而上，将顾燕青团团围住。你小子可以啊，这不是发达，是直接摇身一变成首富了。大鹅，不是顾总，那你之前是咋回事？怎么来我们这儿当猪场小工？大鹅，你这一下有钱了，不会把我们南乔抛弃吧？你可不能学陈飞那种小王八蛋啊！南乔站在一边看着顾燕青不知所措回答问题的样子，十分快乐。这时顾燕青转过头，眼神求助南乔。南乔见状，穿进包围圈，将顾燕青拯救出来。好了好了，打住啊！猪场的事情忙完了吗？你们就在这儿八卦。顾燕青被南乔护在身后，看着南乔的样子，眼神温柔，悄悄拉住了南乔的手。张嫂等人见状恍然大悟，纷纷挤眉弄眼，你推我，我推你的向外走去。懂，我们都懂。哎呀，猪场的事情可真是忙呀。三人离开，南乔叹了口气，顾燕青的目光始终固定在南乔的身上。南乔晃了晃顾燕青抓的不算紧的手，还要握到什么时候？顾燕青闻言抓得更紧。南乔，昨天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南乔一愣，顾总，这才过了半天。顾燕青靠近一步，直接将南乔拥进怀里。已经够长了，南乔，我感觉我一分一秒都等不下去了，拜托你心疼我一下吧。南乔沉默，回报顾燕青。好。南乔盘腿坐在床上数着顾燕青带回来家电，顾燕青带着湿毛巾从外面进来。不愧是大老板，出手这么阔绰。大鹅，你送的这些东西够张嫂他们在南河镇横着走大半年。这纸，南乔把手递给顾燕青，顾燕青给南乔擦手。都是跟南老板学的，还满意吗？好了，换手。满意，当姐的男人你以后能学的多了去了。顾燕青笑了笑。南乔忽然觉得指节一凉，看过去，毛巾被拿掉，一枚闪闪发亮的戒指套在南乔的手指上。大鹅，你送我这个干啥啊？做完手术我就买了，想给你，喜不喜欢？南乔收回手，来回来去摸着手上的戒指查看，真亮，好看，一看就很贵。顾燕青笑了笑，握住南乔的手。这是婚戒，一辈子也就这么一个，不贵点怎么行？也是，不过这是不是就说明我这辈子就被你套牢了？顾燕青伸手握着南乔两边的脸颊。怎么，你还想找别人？放开，只有你送我怎么行？赶明我上街给你买10个，保准给你套得牢牢的，跑都跑不脱。顾燕青忍俊不禁，突然低头亲了南乔一口。好，我等你。南乔和王叔扛着饲料向南乔猪场走去。就在这时，一辆车疾驰到南乔面前，一棒子打晕王叔。南乔拼命挣扎，但被迷晕带走。黑暗杂乱的废弃猪场内，南乔被五花大绑，眼前蒙着黑色的布条，监禁在猪场内。他被在身后的手摸到地上的碎玻璃片，闻到了猪场内弥漫的汽油味道。这味道是汽油？这到底是哪儿？就在这时，南乔面前的黑布被解开，南乔眯眼看向对面，对上顾红梅阴恻恻的脸。顾燕青急匆匆推开大门，闯进南乔家的院子。王叔捂着头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王叔，你怎么样？南乔呢？南乔被不知道哪儿来的一伙人绑走了，这纸条是被人钉在门上的，你快看看。顾燕青打开纸条查看，眉头紧皱，将纸条团成一团。我去救他。顾燕青开车疾驰穿过南河镇的村道，副驾上扔着一叠资料。想救南乔，就带着你查到的东西到陈家猪场。南乔，你千万不要有事。顾燕青的车嘎一下急停在猪场大门口，下车。顾红梅坐在一张椅子上，横在门前，身边围着保镖，身后大门紧闭，南乔不见踪影。顾红梅，南乔呢？顾红梅眼神示意，保镖挡在她面前。燕青，那么着急干什么？我只是想见见你这么重视的女人，当然会保护好她。
倒是你辛苦找到的东西，真的甘愿为了这么一个女人就放弃？少说废话，这些是你这么多年在酒店中饱私囊、贪污受贿的罪证。放了南桥，以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追究。保镖将资料从顾燕青手里拿走，交给顾红梅。顾红梅打开档案袋查看资料，逐渐露出得意的笑容。顾燕青，没想到你居然找到了这么多东西。顾红梅拿出打火机点燃资料，资料开始燃烧，火苗在顾红梅的脸前跳跃，显出顾红梅癫狂的表情。可惜，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顾红梅手一扬，燃烧的资料被扔进猪场，火焰升腾。顾燕青向猪场奔去。不要！猪场内，南桥蜷缩在地上，用玻璃片试图割开绳索。就在这时，他的脸被突如其来的火光照亮。南桥手上的玻璃片终于磨破了绳索，起身向外跑去。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南桥在火场中躲避不断蔓延的火舌，不停咳嗽间被火场中的障碍物绊倒，砰一声倒在火场中。南桥身形狼狈，腿被障碍物划伤流血，挣扎但无果。火势越来越大，南桥的眼前开始模糊。昏迷中，南桥脑海浮现很多画面。顾燕青把饺子放进南桥的碗里，这个里没有好运，我想把好运留给你。赶明儿我上街给你买10个，保准给你套得牢牢的。顾燕青忍俊不禁，突然低头亲了南桥一口。好，我等你。可惜了，我还没见着李婶的女儿上大学，也看不见王叔的儿子结婚了，我还没把猪场做成连锁呢。南桥，我喜欢你，你呢？大鹅，我还没说我也喜欢你呢，结果就要死了，真是不值。南桥的眼角划过一滴泪，渐渐陷入昏厥。南桥，南桥，南桥。砰！猪场的大门打开，隔着熊熊火焰，一个模糊的人影从外面闯进来，身后跟着警察，警笛声大鸣。南桥。顾红梅身穿囚服，被铐着双手押进派出所。顾燕青和南桥手牵手目送。顾红梅以后会怎么样？她以后会在牢里每天反省她的罪行，国家会为我们讨回公道。那就好。顾燕青将南桥拥在怀里。你知不知道当时我看见你昏倒在火场里有多害怕？知道，你都说过800遍了。你不耐烦了？南桥忍俊不禁，主动和顾燕青十指相扣。我是想告诉你，我以后都会在你身边。顾燕青，我们回家吧。两人的背影渐渐远去，走在阳光下。既然伤好了，那我们明天就结婚吧。这么早？我都还没准备好呢。还要准备什么？你只要出个人就行，剩下的我都会准备。不是，我答应你的10个戒指还没有来得及买呢。10个不够，我现在想要100个，往后1年送我1个，送到我们2个以后都老得走不动。天哪，那我得抓紧成为全国首富才能养得起你了。